我是 Elma。大家好，我是小妖。我们都喜欢 cosplay。我们今天讲话有点超龄呆的感觉，一直过敏。你不是随时都超龄呆吗？不想拍了。那我们这集呢要讲就是第四爱，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讲过第四爱了。然后为什么要再做一次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懂。对，还是很多人不懂。去年我们有做一个是去 Wonder 一个女童酒吧，然后去做街访，可能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刻板印象，我就觉得说，会不会 LGBTQ 这个圈子大家都互相了解各种性向？发现其实也没有。有啊，有人知道啦，但是比例上，我以为大家会说知道理所当然，后来发现居然没有，大部分是不对。然后后来在我们去各种活动，然后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发现说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第四爱，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身为第四爱的，不能讲推广者，应该说身为第四爱的，我们就是头很怪耶，很像一种兴趣，不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兴趣啊，一个类别吧。身为这个兴趣啊，兴趣对兴趣。那身为这个类别呢，就是还是很想让大家多认识。然后主要是因为呢，我发现很多可能他自己就是会对自己是哪一种性向并不是很确定，然后呢，也有些人呢，就是他也可能在自我摸索，所以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分享之后呢，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或许能够更了解一些自己。我们也更希望说，其他人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回过头来，什么是第四爱？第四爱就是有分第一爱、第二爱、第三爱、第四爱。我要泛滥哎，废话，那我还到第五爱、还第六爱、第七爱？等你自己发明。第一爱就是男女嘛，通常的前后的关系是指性上面，一般来说前面那个都是公，就是插入的那个人嘛，也不一定要插入啦，就是如果是相处模式你比较主导，可以算是哦。第二类跟第三类应该就是指说，第二就是男男，第三是女女，第四是女生与男，所以第四爱就是女生在主导。对，所以我们就是第四爱了。那可能有第五爱、第六爱，这个之后等大家再发明了。然后至于呢，我跟小妖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开始的？一开始就是女攻男受吗？一开始就我比较主动啊，因为你就害羞。因为我在想说我们怎么开始的？因为我一开始喜欢的小妖是因为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姐系的，因为我喜欢御姐嘛，姐系，然后我喜欢很辣那种辣姐姐这样。我在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给我感觉比较像是这个样子，跟现在的小妖就是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有昆虫一样，它有就是几种变化时期。就是以前我刚认识的小妖比较视觉系，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它好酷哦，就对它的印象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一起跟一般情侣在一起有点不太一样，以后有机会再说好。反正情侣有很多种方式在一起吧，也是我没有觉得我们特别不一样啊，还好。是吗？可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没有喜欢你，你也没有喜欢我啊。是没错，对啊，这就不像的，我们比较像相亲。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离开一段关系，而且是单方面的关系，我内心想要转移我的情感。然后呢，我就问小姚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因为我跟小姚那时候不是很熟，我就想说找一个不熟的人好，因为你们也知道，如果跟熟的人，我想一想就有很怪。对啊，就是好怪怪哟。所以小姚就是属于那种觉得他的个性啊、颜值啊各方面就是属于我的狩猎范围里面的，所以我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在一起，结果被我狩猎了。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女攻男受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没有特别，但是因为你看起来很像辣姐姐，你看起来很像小动物，因为害羞，因为发抖，所以就对，因为我小姚是我的第一任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他就是比较有经验，所以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时候有些地方比较容易紧张吧。你很紧张啊？我有多紧？我没有很紧张，发抖啊，常常发抖。我哪有一直发抖？我只是冷而已，我只是冷而已，我只是冷而已。所以就被我上下其手。没有，我其实也会想要对小姚怎么样，也曾经对小姚怎么样。可是因为呢，小姚不喜欢，然后他也会反扑，所以呢，我们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呢，最后终成定局，变成就是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模式。其实就是只是后庭调教成功，也不是啦，那么直接啦，差不多。里面还有包括我对小姚的爱，因为我这个等一下我可以再讲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也不是说很清楚知道说自己我们就是女攻男受这样的模式，比较像是我的个性又比较随和嘛，小姚的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势一点。那我们后来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是渐进式的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样，日常相处你平常也挺强势的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在床上啊，但是如果说是日常相处的话，我没有看事情分类，因为有一些事情就交给你，那你就去强势。所以其实我们算强吧。可是你会撒娇啊，那是日常生活啊，就是日常生活你比较弱吗？比如说看到一个好吃的，你想要买的时候不让你买的话，你会怎么？如果看到我先模拟一下情境，我想一下，好，蛋糕，然后想要买，我想要吃千层蛋糕啊，可是你上次才吃过
对，水母。鬼刚啊！如果是吃东西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听我的。没有啊，你不是也很常听我的？我们这样录得下去吗？那这么说，我们就只有床上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生活之中，情侣之间本来久了，是互相配合啦。可能看吧，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的话，大家都会比较自我坚持一些，比较强势。例如说反举跟 cosplay 有关的，或者是可能照片要修图啊，或者是 cosplay 的可能要我们弄好衣服之后，小姚可能觉得哪里不行哪里不行啊，他对这个部分就会有他的坚持，他就会展现出他强势的一面。可是对于他就是完全没有辙的地方，例如说没什么兴趣讲英文啊这件事情啊，他要超级弱势的，他就会眼巴巴的看着我。我不会眼巴巴看着你，我会笑。说的你稀里发黑啊！礼貌会失礼的微笑。对，总之就是要看事情，然后像剪片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或者出去玩啊这一些的，我就会比较主导。但是在床上的时候，好像女攻的定义的确是比较主动的，只是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是女攻会比较强势啊。像小姚常常会用她的方式跟我撒娇，当她有求于我的时候，我会讲对啊，她会像这样子，对，还是会有撒娇的时候。对，但就是她的撒娇大概就是到那样的程度就没了，就结束了。基本上都是要捞好处。对，就得要去做一些事情。他不是单纯的撒娇，小姚的撒娇都有目的，超过分，超邪恶的啦。这样还是挺攻的。女攻男受其实第四爱分类上，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如果以狭义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床事上面吧。广义定义的话，之前也有听说那种第四爱，单纯讲女生比较主导，女生比较强势，他们就会说自己是第四爱。但是体位的话，还是男入女。但是如果说是狭义的话，就是真的是女入男。因为我跟小妖我们是属于狭义的定义，自己讲这样很奇怪哦。基本上你很舒服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没有，因为一般小妖是会用手或道具，但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手，我不喜欢道具，因为道具是没有温度的，冰冰冷冷，然后我觉得很恐怖。小妖曾经想要用食物，什么茄子啊之类的，我觉得超恐怖，因为我都会觉得很怕它断在里面，然后我就要去送医，然后小妖送医觉得很丢脸，是蛮丢脸的，心理上面会觉得很抗拒。然后另外一个是会觉得说，天啊，我输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很丢脸，这样子。帮你打破这个。对，没有啦，但是因为小妖实在是太凶狠了，对，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狂打屁股，这样。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要，那我们不是每次都会进行，其实之前就是小妖尝试过很多次，他后来呢，他居然灌我酒，因为我很容易喝醉，没错，他把我灌醉，所以有之前小孩不要学，他如果不是我另一半，我都要告他，是另一半我也想要告你。本庭决定择日再审。可能有几次比较放松，然后有几次比较好的经验之后呢，不会怕，然后比较不会有那个感觉。生理上面的接受之外，就是心理上面跟自己和解也是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会觉得身体先和解，心理就好和解。因为我后来就想通了，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互相的配合，然后去找到一个双方都觉得开心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历程。直到现在，自己蛮确定说，我们蛮喜欢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女攻男受，因为还是属于比较反传统，所以我们平常有没有在社会上可能被歧视，或者是被人家说什么？就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当着我面说干你们好恶哦，但是背后有没有觉得我们很恶的？可能一定大有人在吧，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人都有啊。可是你干嘛要去管那些人呢？因为那些人相处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开心就好。而且我觉得我的逻辑是这样子，我觉得世界很大，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就不要去接触那些会让你不开心的人，就不如就是把那些 fuck you 踢掉，然后去找到一群就是会认同你的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那如果说呢，你真的身边没有人的话，没关系，你就在我们下面留言，我一定支持你。那今天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情侣杂谈啦，然后分享我们的第四爱，我们关于我们的心理层面跟我们的就是实际是怎么这样交往进程，还有我们的房事啊这一些的。那如果对我们第四爱相关有疑问的人呢，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只要是正常的留言，我都会回你。对，不要性骚扰留言，也不会是啦，就是如果你是女生，可以回答说，你有没有兴趣当公啊？然后男生的话会在下面留言说，愿意尝试当受吗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蛮好奇现在这样的比例大概多少？蛮好奇的，愿意当受或愿意当公的，对，说不定他们就在下面自己媒合了，也是有可能。OK， 好，那喜欢我们的频道，你要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礼拜见喽，拜拜。